你肯定没看过，因为日本泡沫时代的动画都是给硬派大人看的。当年的神作把金钱、科技、欲望和 cult 都放在了一起，整个泡沫时代就像一部规模空前的超长 OVA。当年看《城市猎人》的都是好孩子，但看过下面几部的都是懂行的。这里是 Simbiz， 我是儿童，欢迎来到昭和商业系列。要看懂一个时代，最好的入口就是那个时代卖给普通人的商品和文化。这一期我们将通过4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带出那个泡沫时代东京欲望幻梦，尤其是第4部最具有昭和美学。80年代日本录像机的普及带动了 OVA 市场，观众可以单独购买或者租来看，所以当时就催生了一批更加成熟、更加实验和更加 cult 的作品。OVA 模式在日本一度成为实验动画的出口，制作周期长，画面精致，创作空间也更大。我在前几期的《癫狂昭和》里介绍过那部《加州危机》，如今看过的绝对都属于内行玩家了。1988年，日本泡沫达到了顶峰，经济财富上行，社会物欲横流，各种男性杂志、硬派电影和成人剧画都很有市场。什么是剧画？就是漫画里的一种风格和题材流派，字面意思戏剧性图画。这也是漫画家陈几家玉在1957年提出来的，专门面对成年读者，很多题材都涉及现实、阴谋、欲望等社会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从泡沫巅峰开始，逆时针来解构剧化商业的起源。89年，泡沫破裂的悬崖边上，日本的半导体和高科技产业正处于领先地位，全社会对于计算机和信息网络充满了神话般的崇拜。同年，《午夜之眼》这一部 OVA 就是昭和泡沫对未来掌控欲的疯狂投射，它是剧化的分杯之作，由日本暗灰动画教父川涛善昭执导。这部 OVA 几乎是昭和末期日本创作者对鼎盛东京的豪赌式想象，高楼、美女、侦探、电子义眼、生化人，所有幻梦都被塞了进去。原作者是被称为太空歌剧大师的柿泽武一，他的作品永远有2样东西：酷炫的未来和硬派男性的幻想。但把这本漫画变成 OVA 神作的，就是这位日本动画巨匠川涛善昭。他是欧美2次元浪潮的幕后推手。80到90年代，他和大友克洋、押井守一起，把动画是给大人看的剧化概念带进了西方主流视野。他的作品是很多欧美影迷接触日本动画的启蒙之作，也是日本动画黄金时代不可磨灭的风景之一。87年，他开始凭借《妖兽都市》和《魔界都市》在动画界名声大噪。89年执导了这部《午夜之眼》，93年有《寿兵卫忍风天》，还有2000年平成被很多粉丝视为黑暗巅峰神作的《吸血鬼猎人 D》。有着天花板式的视觉画面，哥特式末日科幻设计，上面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日本最硬派、最顶级的 cult 美学巅峰。但最能代表昭和泡沫幻梦的，就是这部《午夜之眼》。午夜的东京都，主角分灵寺悟空，一个混迹在新宿地下世界的私家侦探，正在调查一系列警员的殉职事件，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叫白龙幻案的幕后人物。白龙手下有一个女杀手叫 Peacock， 能通过幻术操纵人心。悟空在对决中陷入了死局，后来毁掉了自己的左眼。醒来之后，他的左眼被神秘人改造成一个超级性能的电子义眼。这只义眼有多离谱？可以连接全世界的电脑，调动卫星，控制交通，破解系统，就像开外挂一样支配整座城市。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完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结果午夜之眼就提前想象出了未来最强武器。今天的 AI 监控算法、云端储存，这些在午夜之眼里都被浓缩成男人的一只义眼。这就是80年代动画最迷人的地方，主角穿着皮衣，骑着高科技摩托，在雨夜东京街头飞驰，一眼控制着全球网络，手里的那根金箍棒砸碎一切前进的阻碍。当然，作为川涛善昭的代表作品，里面有很强的类型片冲击感，赛博朋克风格的地下夜场，机械和生化改造的角色，还有非常凌厉的动作场面。但可惜的是，午夜之眼一共只有2话，故事很短，人物也没有太多成长性，女性角色很多时候依旧是典型的功能角色，美丽、危险带来委托，把男主角推进了更大的阴谋里。但有趣的是，2024年东映把这部作品用 5K 扫描、2K 修复重新推出了，有完整的 CD 和制作访谈手册，说明过了几十年，在动画圈里还一直有粉丝惦记着它。如果说城市猎人是孩子眼中的东京，那午夜之眼就是大人眼中的新宿。夜晚才是真的白天，美女也并不单纯，科技也并不中立，那只连接全世界的义眼就是昭和末期东京对全世界的欲望。
这样的作品只有在那个热钱涌动、创作者可以肆意狂想的时代才能诞生。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在午夜之眼的你能操纵整个城市，那这个泡沫东京会不会是假的呢？黄金时代也许是一个巨大的虚拟化。接下来这部凭借一己之力引爆了泡沫时代整个 OVA 市场，它是日本动画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也是无数影迷当中黑客帝国的终极精神前作。这就是1985年横空出世的无限地带23。在当年的日本动画界，23的火爆程度可以说是现象级的。1985年到1989年一共推出了3卷，它的第一卷在当年卖出了数十万盒录像带，证明了高预算 OVA 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这部作品由指导过超时空要塞、银河英雄传说的石黑生和板野马戏团的创造者板野一郎共同打造。板野是日本传奇原画师，也是安野秀明的导师。那既然由板野亲自操刀，视觉上自然少不了大家最爱看的东京夜空下的死斗和极具前卫感的 City Pop 配乐。但它的核心概念在1985年听起来有点惊世骇俗。1980年代的东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程序，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泡沫崩盘，东京正在变成全世界最贵、最迷人的城市之一，房价涨，股市涨，品牌涨，年轻人都相信自己生在了最好的时代。结果无限地带23直接在这个时间点甩出了一个凶狠的耳光。你以为东京是未来，其实就是系统给你喂的饭。这几乎是泡沫时代的精准预言。主角是一个青春期追求刺激的机车少年，每天就是骑骑车、谈恋爱、听听流行歌、混混街头，过着一种看起来非常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旁边有女友陪伴，街上有流行偶像、霓虹灯、商场广告和所有泡沫时代的符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辆军方的秘密武器，可以变成重型机甲的红色摩托车格兰特。在逃避军方追捕的过程中，主角发现真正的地球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战争毁灭了。他们现在1980年的东京其实是一艘在宇宙中漂流了数百年的巨大移民飞船无限地带23号。整个东京只是系统维持人类稳定生活的一场大型模拟，城市、偶像、消费、青春、恋爱全是被算法设计出来的次序。这个设定放在1985年已经不是超前的味道了。飞船的主控电脑为了防止人类再次因为战争自我毁灭，用全息投影和记忆篡改把所有居民的一生都囚禁在日本最繁荣、最和平的1980年代。在人类背后安抚洗脑大众的，就是日本动画史上最早的初代虚拟偶像石矶一夫。在初音未来诞生的20多年前，日本人已经在动画里玩起了 AI 歌姬、虚拟投影和娱乐至死。伊芙用甜美的歌声粉饰太平，让飞船上的居民永远沉浸在昭和盛世的幻觉当中。大众被娱乐算法操控的这种精准预言，在今天看来依旧让人脊背发凉。所以这部片后来常常被拿来和 Matrix 做比较。不能说黑客帝国直接抄了它，但23确实拍出了虚拟世界母题。更厉害的地方是他用泡沫东京这个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来讲述，天堂才是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因为23里面没有妖怪，也没有老大每天拿着枪逼着你，真正控制人的是便利、娱乐、流行文化和大家都这样生活的舒适感。结局无比残酷，主角试图揭开真相，最后还是被系统和军队无情击碎。系统重试，警报解除，人们继续在伊芙的歌声当中沉睡。无限地带23是那个年代最精妙的隐喻，提前预言了几年后泡沫破裂，整个社会陷入幻灭的真实历史。但是在泡沫换金初期，昭和男儿们可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日本正逐步变成世界的中心，日本人幻想甚至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角。他们幻想有名贵跑车、豪华酒店、黄金腕表，还有成人具化的女性角色，成为一个能在全球资本世界里自由行走的职业刺客。这就是1983年上映的《骷髅13：专业人士》。这一部是标准的昭和巨化作品，由大师出气筒指导，充满了昭和划分和视听美学，强烈的色彩对比、戏剧化的阴影，还有定格明信片。80年代早期很多作品是排斥低幼感的，追求写实、粗犷和成人质感。《骷髅13》由漫画家齐藤隆夫从1968年就开始创作，是日本漫画史上最长寿也是最畅销的漫画之一，单行本就超过了200卷，单系列单行本卷数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句话，这就是昭和成年男性看的刺客神话。
主角迪克东乡是一个身份、国籍、年龄都沉迷的职业刺客，性格冷酷，少言寡语，手持 M16步枪，每次任务都要向客户收取300万美元的高额佣金，但他可以利用各种策略、物理计算和身体极限完成任何不可能的目标任务。东乡这个硬派角色在当时日本大受欢迎，他代表了绝对的个人自由和当时被高度组织纪律化的日本男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成了80年代摄心族和女性最理想的逃避主义幻想。而且在剧中有主角出入上流社会并遭遇各类女性角色的场面。这一部故事是从东乡遭遇反派石油大亨莱纳德·道森的儿子开始，道森为了复仇动用了 CIA、FBI、军方和杀手，试图把东乡逼入死局。剧里的莱纳德·道森设定是一个富可敌国的石油大亨，能通过经济手段要挟美国政府。这个设定呼应了70年代2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社会对能源掌控和跨国资本力量的真实反应。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80年代并肩美国，剧中的骷髅东乡作为一个日本刺客，在西方世界里横冲直撞，而且不断战胜西方权力和顶尖组织，暗合了当时昭和男性在国际舞台上渴望得到主导地位的心理投射。泡沫时期除了对未来的担忧、财富的崇拜，还有就是对科技运用的沉迷。80年代初，日本动画就尝试运用高科技视觉，这部《骷髅13》是日本动画史上最早使用 CG 技术的，它比大有克洋的阿基拉使用 CG 还早了5年。巧的是，都是东洋 Links 这家公司制作。《骷髅13》用在了载具、建筑和打斗场面上，虽然技术受限，画面有点粗糙，但当时已经很有开拓性了。同时，它也是最早进入英语圈的日本成人剧化。当时海外评价比较两极，除了视觉、画面和音乐受到好评，有人觉得故事和主角过于扁平。但据说昆汀是《骷髅13》的粉丝，在莎士比尔1的动画里还有致敬他的彩蛋镜头。当时日本大众文化极度推崇硬汉角色，《骷髅13》的迪克东乡沉默寡言，恪守职业道德，冷酷但又非常有原则，完美契合了当时高仓健等人所引领的昭和硬派美学。在83年的动画之前，1973年日本就和伊朗合拍了《骷髅13》的真人版电影，就是高仓健主演的。这部漫画第一次被真人化电影。1977年，日本又拍摄了《骷髅13：九龙之首》，主演是雄霸千叶真一。这次发生的地点在香港九龙，但同样发生在这个地方的还有一部1988年的 OVA《邪典巅峰》。有人猜到我要讲的是哪一部了吗？Like it's delirium, ay, ay, like it's delirium, ay, I got delirium, ay, like it's delirium, yeah, yeah, like it's delirium, she just wanna bounce to it, baby, get your giddy on. 最后这第4部就是《哭泣杀神》，一部具有时代印记的作品。奢华的视听语言，昭和末期的极道美学，消费主义的享乐心态和荒诞美丽的成人童话。原著漫画的编剧小池一夫在70年代从法学部退学，投奔到了《骷髅13》作者齐藤荣夫那去学习，后来独立创作了名作《带子雄狼》。他非常擅长创造戏剧张力和奇特世界观，随后和画师池上辽一合作，这2人在一起本身就代表了成人剧化的巅峰。终于在1986年推出了其大成之作《哭泣杀神》。这部属于日本创作者想象中的亚洲黑帮宇宙，题材符合当时亚洲的流行想象。这一点和《骷髅13》的国际刺客不同，是香港龙纹身欲望帮派继承的巅峰之作。这部漫画当时风靡亚洲，影响了香港后来很多部经典电影。然后实力雄厚的东映在1988年决定把它 OVA 动画化，共6卷，从88年一直到94年推出。由于制作跨越了6年，前几卷的制作在泡沫鼎盛的80年代末，色调明亮，充满朝气；后几卷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泡沫已经破裂，进入了灰色10年，动画的色调也变得灰暗写实，甚至带有一丝迷茫。后期的风格甚至有点接近了星际牛仔。回到1988年，日元升值，热钱涌动，东映动画当时播出了极为奢侈的预算，邀请了业界顶尖画师黄井浩一、西园之治、山下高明这些人参与，后来甚至把细田守也给请来了。终于把池上辽一极难动画化的精美写实风格给搞了出来，配乐制作也完美融合了爵士乐、港式风格、美式动作片。这种不计成本的奢华制作阵容，很有当时不差钱的泡沫味。同时，主角往来高档美术馆，穿着定制西装，乘坐私人直升机，生活方式奇特奢华。这也是创作者为了迎合当时沉浸在财富神话当中、追求刺激的日本受众。剧中主角 Freeman 是一名温和的日本陶艺家，意外获得了黑帮800龙的犯罪照片，遭到了绑架，然后被洗脑，被迫改造成了一个顶尖刺客。每次执行任务以后，他都会为受害者留下悲伤的眼泪，所以被称为哭泣杀神。女主角日野惠是一个孤独的女画家，偶然机会当中目
睹了男主在执行任务以后的流泪，他被这种冷血和悲伤混在一起的气质给吸引了，所以他爱上了这位悲情刺客。这段病态的罗曼史也是后续剧情的核心推动力。据说当时小池一夫的剧本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到后期剧情逐步流于俗套，男主角不断面对新的跨国帮派，八百龙集团为了迎合剧情设定从早期的黑帮强行洗白为侠义组织，男主角和各类女性角色也陷入各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当中。哭泣杀神是一部典型的庸俗猎奇精致的集大成作品，虽然剧本在逻辑上存在很多硬伤，但凭借池上了义无与伦比的美术底子和东映在泡沫时代的重金打造，它依然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成人剧化里程碑。整个日本的泡沫时代就像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超长 OVA， 这里有最名贵的跑车，最顶尖的视听技术，最肆无忌惮的视觉张力，但同时也有最深沉的时代孤寂。大人们至今还在寻找那些泛黄的录像带，在那个热钱涌动、创作者可以恣意狂想的黄金年代，寄托了一代人最真实也最奢侈的梦境。如今录像带早已消磁，泡沫也在义父的歌声当中变成了废墟。这里是 ThinkBiz， 我是儿童，我们下期见。